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蔡志霖。眼看着春节一天天逼近，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张罗着包红包、办年货了呢？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必须要紧急叫停，特别是那些正准备出门，或者已经拿着存折、金融卡站在自动提款机前面的老朋友们，请您无论如何先花上几分钟，听听我今天这番掏心窝子的提醒。因为现在的银行自助设备跟咱们10几年前用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的运行规则变得非常严苛，甚至可以说有点不近人情。如果咱们不了解这些机器的脾气，特别是咱们上年纪的朋友，很容易就会吃大亏，一个不小心，可能刚取出来的钱瞬间又被机器吞回去，甚至存折、卡片直接被锁死。在这个银行快要放长假的节骨眼上，万一出了问题，那可真会让您整个春节都陷入身无分文，有钱也花不出去的困境里。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这绝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故意吓唬大家。就在前天，我的一位老邻居陈伯伯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满头大汗，说话都在发抖。原来他趁住下午人少，想去社区那台 ATM 领2万块钱出来，准备过年给孙子孙女发红包。结果您猜怎么住？就因为他取钱之后，想在机器前面把钞票点清楚，站在那里数了大概不到1分钟，那叠厚厚的钞票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唰的一下又被机器给吸了回去。接着荧幕就显示交易逾时，服务结束，卡片倒是吐出来了，可是钱呢？没了。陈伯伯当时腿都软了，赶紧跑到银行网点，却发现已经下午4点，铁门拉下来了。他不懂得怎么打客服电话，这笔钱可是他预备过年的所有现金啊，您说这心里该有多急多慌？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反而坏了事，因为咱们一辈子做事仔细惯了，却不知道这个仔细在冷冰冰的机器面前可能会酿成大麻烦。大家一定要明白，现在的 ATM 机为了防止有人忘了拿钱，也为了防止机器被恶意占用，内部都设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超时保护机制。您要是不清楚它的运作方式，就很容易像陈伯伯一样中招。所以接下来志霖就要一条一条仔仔细细的把这3个千万不能做的动作给您剖析清楚，请您务必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最好能转告给身边的亲友，因为这真的关系到咱们过年的安稳和心情。这第一个绝对不能做的动作，也是让陈伯伯钱被吞掉的直接原因，就是在钞票出口那里当场数钱，或者对着荧幕发呆，犹豫不决。我知道咱们这一代人跟钱打交道最讲究的就是谨慎2个字，去银行柜台，行员都会说钞票请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所以这个习惯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带到了 ATM 机前面。当机器咔咔咔吐出一叠钞票的时候，很多老朋友的第一反应不是马上把钱全部拿出来，而是先把它握在手里，甚至手环放在出钞口那个位置，一张一张的数，看看数目对不对，或者担心会不会有伪钞。还有一些朋友呢，取完钱之后，眼睛盯着荧幕上剩下的余额，心里盘算着这些钱够不够用，迟迟不肯把卡片退出来离开。各位老朋友，我得跟您说，在有人服务的柜台，这是好习惯，但在全自动的机器面前，这可就成了非常危险的坏习惯了。ATM 机出于安全的设计，他怕您取了钱却忘记拿走，被后面的人顺手拿走，所以设定了一个非常短的吐钞等待时间。这个时间通常只有30秒到60秒左右，有些机型甚至设得更短。从钞票吐出来的那1秒开始，机器内部的倒数计时就开始了。如果您在这个时间之内没有把出钞口里所有的钱全部前进的拿走，哪怕您只留下1张钞票在里面，机器的感应器就会判定这个人可能已经离开了，或者这笔钱没人要了。为了保护资金安全，它会立刻启动收回程序，把这些钞票重新卷回机器内部的保管箱里。同时，您账户上这笔取款记录也会被扣住，一旦钱被吞进去，后续的麻烦可就大了。虽然说这笔钱理论上还是在银行的机器里，不会不见，但是要想把它重新退回到您的账户里，那个流程是非常繁琐的。银行必须安排专门的人员，在固定的时间打开机器清点核对，确认账目没错，然后再走一层一层的审批程序，最后才能把钱还给您。平常日子
这个过程可能就要花上3到5个工作天。但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春节前的最后关头，银行的业务量是平常的好几倍，工作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很多分行过2天就要开始轮流放假了。如果您的钱在这时候被吞了，很可能要等到春节假期完全结束，也就是大概初5、初6以后，甚至更久，银行正式上班了才能开始处理。您想想看，大过年的，从除夕围炉到正月走春，处处都需要用钱，红包要发，礼品要买，要是钱被卡在机器里拿不出来，那种焦急又无奈的心情，真的会让整个节日都蒙上一层阴影。所以志玲给您最实在的建议就是，只要看到出钞口的挡板一打开，钞票吐出来了，您什么都别想，第一时间用手把所有的钱一把抓出来，紧紧握在自己手里，哪怕您暂时不数，也先赶快把钱放进口袋或包包里，然后走到旁边有监视器比较安全的地方，再慢慢的仔细的清点。只要钱彻底离开了那台机器，它就真正是您的了，机器再也没办法把它收回去。在这个节骨眼上，速度就是您的金钱，迅速就是最好的保障。千万别在机器的嘴巴前面磨磨蹭蹭，机器是没有感情的，它不会因为咱们是老人家就多等我们几秒钟。这第二个千万不能做的动作叫做屏住模糊的记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密码。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那些平时不太常用卡片，或者手头有好几张卡，密码设的不同的老朋友身上。咱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如从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有时候站在机器前面，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卡的密码到底是哪一组。或者有的朋友把密码设成家人的生日，但卡片一多，就搞混了哪张卡对应哪个生日。这时候很多人会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心想反正有3次机会嘛，我试试看，不是我的生日就是老伴的生日，总能试对1次吧。于是您有点紧张的输入了第1组密码，荧幕显示错误，您心一慌，又输了第2组，还是错误。这时候危险已经悄悄逼近了，但您可能还没察觉，还想着要输入的3次。志玲必须在这里用最大的声音提醒您，绝对不要再输入的3次了。现在银行的风险控管系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累计制并全行联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今天在这台机器输错了2次，就算您把卡片退出来，换一台机器，或者等到明天再来，那个错误的次数并不会重新计算，它会一直累计在您的账户上。只要累积达到3次错误，这张卡或存折就会立刻被银行的电脑系统锁死。一旦锁死，所有自助设备，不管是 ATM 还是提款机，都读不到您的资料，您1毛钱也领不出来。如果是平常时候，锁了就锁了，大不了拿着身份证亲自跑一趟银行柜台，排队办理密码重置。但现在是过年前几天，银行的人工柜台早就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有些分行为了疏导人流，甚至减少了开放窗口。您的卡片一旦被锁，就非得本人带双证件去挤那个水泄不通的柜台不可，一等可能就是好几个小时。万一您去的时候银行已经关门，或者过2天银行开始放假，那您这张卡片在整个春节期间就等同于作废了，里面的钱完全动弹不得。如果全家过年的开销都指望这张卡里的钱，那这个年还怎么过得安生？因此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您出门去银行之前，先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坐下来，翻翻您记密码的小本子，或者问问老伴、儿女，100%确定密码了再出门。如果您已经站在机器前面，却输错了1次密码，请您立刻悬崖勒马，不要再试第2次了，马上按取消，把卡片退出来，然后直接到银行柜台跟行员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密码了，需要办理重置。在柜台办理虽然也要等待，但起码是在可控的范围内解决问题，远比卡片被锁死后面对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感要好得多。千万不要拿自己过年的好心情去挑战银行系统那套冰冷无情的规则，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真的赌不起。这第3个绝对不能做的动作，也是最容易导致血汗钱被盗走的陷阱，叫做接受陌生人的热心帮助。年底了，银行里里外外人潮拥挤，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咱们老年朋友在操作 ATM 时，因为动作比较慢，
或者老花眼看不清荧幕上的小字，有时候操作起来会显得有点困难，甚至可能让机器发出哔哔的警告声。这时候，如果旁边突然凑过来一个年轻人，或者一位看起来很亲切的大姐，跟您说：“阿伯，您这样操作不对啦，我帮您用，按这个键就可以了。”或者说：“哎呀，您的钞票好像没吐出来耶，是不是机器故障了？您快点再输入一次密码看看能不能退钱。”各位老朋友，请您立刻打起12万分的警觉，这极有可能是骗子设下的圈套。在 ATM 机前面的诈骗手法花样百出，而且不断翻新。有的骗子会在插卡槽涂上特殊的胶水，或者安装一个非常薄的侧录器，让您的卡片插进去就退不出来，或者在插卡的瞬间就复制了卡片磁条上的资讯。当您正因为卡片被吞而惊慌失措时，骗子就会假装好心，指导您输入密码来启动机器，或者把卡退出来。实际上，他就在旁边偷看您按的密码，等您输入完，他转头就能用复制好的卡片把您账户里的钱领得一钱二净。还有一种更直接、更恶劣的手法，叫做调虎离山或偷天换日。骗子通常是2-3个人一组，一个人假装排队站在您后面，趁您正在专心操作的时候，突然拍一下您的肩膀，指着地上说：“阿伯，您的钱掉在地上了，或者您的身份证掉了。”就在您自然而然低头查看，或者转身回应的那1-2秒钟，另一个同伙会以快得惊人的手法，把您插在机器里的真卡拔出来，同时迅速塞进一张外观相似的废卡或假卡。等您回过头，看到荧幕显示请取回您的卡片，您会不疑有他的拿走那张假卡，根本不会发现卡片已经被调包了。等到您下次要用卡时，才发现卡片是假的，而账户里的钱早就被人在别的地方提领光了。所以志玲要为大家立下一条铁的纪律，在操作 ATM 的整个过程中，拒绝任何陌生人靠近，不管他看起来多么面善，说的话多么动听，都绝对不要让他看到您的荧幕画面，更不要让他碰到您的卡片，或者伸手去按键盘。如果机器真的出现问题，或者您确实不会操作，请您就站在原地不要离开，大声呼喊银行里面穿制服的大堂经理或警卫来帮忙。如果是在独立的自助银行里，请直接拨打机器荧幕上方或旁边标示的银行官方客服专线电话，绝对不要听信任何路人的指示，也不要因为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别人，而让自己的钱袋子陷入险境。在关于钱财的事情上，冷漠一点，不近人情一点，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除了这3个最关键的禁忌动作，志玲还想多啰嗦几句关于跨行领钱和领钱限额的问题。很多老朋友为了图方便，看到有 ATM 就去领，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开户的那家银行。虽然现在许多大型银行之间已经取消了跨行手续费，但还是有不少银行，特别是地方性的中小型银行或农会、信用合作社，仍然会收取这笔费用，而且金额可能不低，领一笔钱有时就要被扣10几20块。咱们老人家省吃俭用一辈子，这笔钱白白花出去，实在心疼。所以出门前最好先查清楚，尽量去自己银行的分行领钱，或者请子女帮忙查一下哪些银行的 ATM 是免收手续费的。再来就是限额的问题，为了防范层出不穷的诈骗案，现在银行对自助设备的提领额度管制得非常严格，通常一张卡一天最多只能领2万元，有些银行的限制甚至更低。如果您过年需要包的红包金额比较大，或者有其他开销需要领个5万、10万，那您想靠 ATM 依次领出来是不可能的，您必须提前几天分次领取，或者直接带着身份证和印章到银行柜台办理提款。千万别等到大年30那天，急急忙忙跑到提款机前，才发现额度不够，那真的会让人急得跳脚。还有一种小细节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关于交易明细表。很多朋友领完钱习惯列印一张小小的明细单，看一下余额就随手丢在机器旁边的垃圾桶，这其实也隐藏着风险。那张明细单上虽然部分号码用星号隐藏了，但依然包含了不少您的账户资讯。有心人如果减去，透过这些零碎的资讯，有可能推测出更多关于您账户的状况，甚至用来进行更精准的诈骗。所以，如果您列印了明细表，请务必带回家用碎纸机处理，或者钱脆撕成碎片再丢弃。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选择不列印，在荧幕上看一眼余额确认就好了，既环保又安全。老朋友们，忙碌一整年，盼的就是春节全家团圆。领钱出来是为了把积攒了一年的关爱实实在在包进红包，传递给儿孙晚辈。千万别因为几个操作疏忽，把开心喜事变成烦恼糟心事。若因卡片被锁、钱被吞而让围炉饭桌愁云惨雾，那滋味多难受。我把大家当自家长辈看待，不愿看到任何人在银行冰冷的机器前手足无措。系统是死的，但我们是活的。只要提前了解，心里有底，手脚利落，不贪便宜，不轻信陌生人， ATM 便是方便的好帮手。诚心请求大家，看完提醒不要只点头，要现在行动，把3个禁忌刻在脑海。若近日要领钱，出门前默念，钞票出来赶紧拿，密码不确定就别试，陌生人搭话不要理。也拜托大家动动手指，把提醒转发给另一半、亲家、同学群、老友群，提醒他们取款手脚快些，警觉高些。特别是那些平常少用银行，过年才领钱的老朋友，最容易因不熟悉而出错。您的一次转发，或许就能帮他们避开春节的财务危机，安安稳稳过好年。咱们老年人盼的就是平平安安。在这个数位化的时代，若觉得脚步跟不上，机器太没人情味，没关系，只要方法正确，守住安全底线，就没什么能难倒我们。如果您觉得这番提醒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出领钱平安，互相打气。若有过往不愉快经验或领钱诀窍，也欢迎分享。您的每个字对其他老朋友都是宝贵参考。我是蔡志玲，真心为您祝想，请务必订阅健康之道，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我会陪在大家身边，一起看懂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守护健康与安心。谢谢收看，下次再见。